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捏汉堡，今天就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8季第2集。这天，秘书先生正准备出门上班，不知哪里来的小轿车一直跟着他。车里的金发妹盛情邀请他去为他们工作，表示他们那里福利好，工资高。但是一心只有秃顶的秘书怎么会为这些心动呢？他十分坚决拒绝了。金发妹有些气馁，那就只能换一个人了。作为核电厂的老员工，辛巴自然就成了新的招揽对象。正当他兴奋向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们似乎都不以为然。辛巴在得知这个工作还有举家搬迁的时候，更表现出强烈的抗拒。辛巴却认为实现梦想的机会到了。得知他的梦想竟然是拥有达拉斯牛仔队，孩子们都笑得不成样子。不管怎么说，辛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心想要那份工作。为了让家里人能同意自己的决定，辛巴还让他们看了塞普莱斯西的宣传片，也就是他们将要居住的城市。曾经是工厂浓烟滚滚，破败不堪，现在是鸟语花香，安居乐业。孩子们先心动了。辛巴虽然还不是十分乐意，但是现在居住的房子已经有些破败，少数服从多数，那就去吧。既然决定要离开这里，最好就把房子卖了，还能存点钱。然而直到临走前，他们也没能卖掉，那就算了，给他贴个封条，不要就是了。反正那边有房子。打定主意之后，就搬东西上路了。邻居过来问辛巴，还记得以前在他家借的东西不？语气婉转卑微，仿佛他才是借东西不还的人。辛巴看着他的老邻居也不表态，只是用身体挡住了车里的东西。我想你是用不上的。不，我用得上。那好吧，总不能硬抢吧。人都走了，给彼此留点面子。辛普森家的车驶过春田镇，平常从来也没有打过招呼的人，此时也向他们道别，保佑他们能一路顺风。就连辛巴也大为感动。如果不是小新在旁边说那些人都是开心他们走了，辛巴的感动说不定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很快，车子就来到了宣传片里的森林。然而他们的新家就在树木的重重掩映之中。我可以作证，这一次不是图片仅供参考。他们的新家确实很美，客厅的宽敞整洁自不必多说，两株绿植也为这个家增添了不少自然的气息。他们刚走进新家，就迎来了第一位客人，他就是辛巴的新老板，并且还送来了果篮欢迎他们的到来。这位老板表示自己不爱搞特殊化，除了上班比较晚，赚的比较多，假期比较长，其他都和辛巴没有什么不同，真是啥话都让他一个人说了。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一切还是比较完美的。漂亮的新家，高薪的工作，爱说笑的老板，也许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呢。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能够自我清洁，烤箱会自动清理，吸尘器会打扫房间，连小小新都不用哄，他正在荡着自动秋千。瞧他笑着多开心呢。好吧，当我没说。络腮胡亲自带着辛巴熟悉公司，这的确是个和善老板。他带着辛巴参观办公的地方，还认真询问他的梦想是什么。在得知辛巴的梦想之后，出人意料的没有嘲笑他，还鼓励辛巴要勇敢坚持自己的梦想，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被秃顶压榨多年，辛巴终于翻了身，遇到了一个神仙老板。很快，络腮胡就带着辛巴来到了工作地点。他的任务就是激励手下人努力工作，看来应该是类似监工的职位。为了让辛巴更好的理解他的工作，还为他提炼这种激励机制的核心概念——信任。他让辛巴往后倒，自己来接住他。谁知中途的一个电话让这次实践发生点意外，辛巴直接倒在地上。果然，老板都不值得信任。络腮胡再匆匆交代几句就走了。辛巴倒对这位新领导没有什么意见，而且底下3个员工对他的话十分服从，还称呼辛巴为老板，这让他有些得意。他也学着络腮胡的样子，告诉他们叫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小新和新小妹来到了当地的学校，小新凭借自己高超的胳肢窝演奏技术，赢得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授课老师就发现小新什么都不会，这样的水平是不能够跟着大家一起学习的。小新就是这样被送到了互助小组。另一边的辛巴拿着洒水壶正准备浇花，然而他刚提起水壶，自动洒水装置就启动了，那真是雨露均沾，一处要浇的地方都没给辛巴留。辛巴无聊的只有喝闷酒来打发时间，既来之则安之。小新和他的新同学一起围坐在圆桌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小新决定先了解别人是怎么进来的，那理由就千奇百怪了，反应迟钝，睡醒就来了。最可怕的是有个小孩因为放了火进来的，老师走到他们面前，打断他们之间的交谈，在黑板上写下了 A， 并表示这周他们只需要学会这一个字母。小新实在对这样的小儿科没有兴趣，他鼓动身边其他的小伙伴，希望他们能够奋起直追，不要让其他班的同学们看不起。谁知道他们对小新慷慨陈词毫无反应，倒是把他最后一句嘲讽的话剪得很快，一时间都学小新的动作比划。小新看着旁边傻子一样的同学，他向老师表示自己应该是读4年级的。老师显然没有理会他，我看你还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一向聪慧的新小妹显然不会有小新的烦恼，此时的她正沉浸在鸟语花香之中。新小妹对这片森林情有独钟，她一会儿和松鼠对话，一会儿和猫头鹰打招呼，玩得不亦乐乎。几人欢喜几人
人愁，辛巴无疑是最欢喜的那个。他推行的激励制度卓有成效，正处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开心向家人分享自己的喜悦，就连平时想也不敢想的奢侈品也买下来了。毕竟现在他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了，有必要对自己好一些。很快，辛巴的工作也陷入了瓶颈，手下人没日没夜的工作已经让他们陷入了疲惫状态。辛巴看他们的样子，也没有再催促他们努力干活，毕竟休息好了才能更有精力的工作。辛巴决定去给他们找吊床，好好休息一下。决定好了就去找上级批准。络腮胡听后马上肯定他这个天才想法，但是中间插进了视频电话，打断他们之间愉快的交谈氛围。原来和络腮胡通话的是政府，他正在威胁政府和他合作，顺便炸了一条街以展示自己的实力，并给出了最后的倒计时。再说说辛巴提出了吊床建议，络腮胡把他一通忽悠之后就送走了。显然他没有让手下人不干活的爱好。辛巴看着眼前一尘不染的家，觉得有些坐立难安。小新也早就腻烦了每天幼儿园式的学习，就算是调皮都找不到智商和他一样的同伴，每天除了叹气还是叹气。新小妹的情况也许好一点，她正被花花世界迷了眼，在森林里肆意奔跑，捧着一朵娇艳的花，正想一品她的芬芳。谁知道这美丽的花儿竟让她过敏了，就连她的松鼠朋友也来落井下石，朝着新小妹的脸就吹了一把蒲公英，这下过敏更加严重了。此时的络腮胡正在进行疯狂的实验，用激光处死躺在案板上的人，敏捷身手让他逃过了一劫，可还是被一旁的辛巴拖倒在地，最终也没能逃过乱枪射死的命运。不过辛巴因为这件事更得络腮胡器重，辛巴自然职场得意，满面春风。不过家里的其他成员就没那么高兴了，新小妹过敏了，辛巴整天无所事事，小新每天都要接受降智教育，他们都想要回到那个什么都没有但是很温馨的春田镇去。虽然辛妈也说最后的决定权在辛巴，但是他怎么能只顾自己呢？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老板兼朋友提出了辞职。辞职那天，政府已经攻进络腮胡的办公室，辛巴没有发现周围的形势瞬息万变，一心只想给络腮胡辞职。虽然很不舍，但是络腮胡还是表现出了一贯的开明态度，表示如果这是他的家人所期望的，他不会阻拦。辛巴很感激这一天他对自己的照顾。辛普森一家又回到了春田镇，和他们一起回到镇上的还有络腮胡被捕的消息，但是他们是不会知道了，他们只知道络腮胡送来了丹佛野马队，作为辛巴逐梦的开始。辛普森一家离开了那个他们无比熟悉的春田镇，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里除了辛巴他们都找不到朋友，认不清自己的位置，常常感到无所事事。而辛巴虽然看到混得如鱼得水，但其实已经落入了自己的新老板那个一心想统治世界的邪恶分子圈套，无形之中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帮凶。好在最后出于对家庭的爱和责任，从络腮胡疯狂的计划中抽身，或许这就是傻人有傻福吧。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价、关注，咱们下次再见，拜拜。